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挤在一个喧闹的聚会上，所有人都聊得热火朝天，你却缩在角落刷手机，心里反复给自己打气去说点什么，可嘴巴像被粘住了一样。或者在公司会议上，你脑子里明明有一套完整的方案，但刚想开口就被别人抢先一步，那个想法远没你深的人却赢得了满堂彩。再或者每次社交结束回到家，你感到的不是充实，而是一种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疲惫，仿佛整晚都在演一场不属于自己的戏，需要独自发呆好几个小时才能缓过来。如果你有过这些感受，那你大概率从小就被贴过标签，太闷了，不合群，要多练练说话。更残忍的是，你自己也开始信了，觉得自己有问题，觉得性格是一种需要被修正的缺陷。但今天我要认认真真地告诉你一件事，那些让你格格不入的特质，那些你以为是缺点的部分，很可能恰恰是你这辈子最珍贵的资产。如果你正在看这个视频，说明你对自己的性格有过怀疑，或者你身边就有这样一个安静的朋友。如果是这样，请你一定点赞并订阅这个频道，因为我们会持续用心理学的视角帮你重新认识那些被你忽略的力量。我们先从一个大坑说起，内向从来就不等于害羞，也不等于社交恐惧，更不等于不擅长人际交往，这是被误解了几十年的概念。心理学上对内向的定义核心只有一个，你的能量从哪里来，又从哪里消耗。外向的人在社交互动中获得能量，独处让他们无聊甚至焦虑；内向的人在独处和深度思考中获得能量，过度社交让他们疲惫。就这么简单。这不是性格优劣的问题，这是神经系统运作方式的不同。你可能不知道，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杰罗姆·卡根做过一个著名的纵向研究，他追踪了一批婴儿从出生到成年的发展，发现那些在婴儿期对新刺激反应更强烈、更敏感的孩子，长大后更大概率成为内向者。这说明内向不是后天被养坏的，它有深刻的生理基础，是神经系统天生的配置。神经科学研究进一步揭示，内向者和外向者的大脑在结构和化学物质上确实存在差异。内向者的大脑对多巴胺这种神经传导物质更加敏感，同样的刺激量在内向者大脑里会产生更强烈的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嘈杂环境对你来说是一种消耗，你的神经系统已经在高速运转，外界再叠加刺激就是超载。而外向者的大脑需要更多外部刺激才能达到同样的激活水平，所以他们天然倾向于寻找热闹、社交、新鲜感。这根本不是谁对谁错，只是两种不同的神经系统设计。就像有人天生对咖啡因敏感，喝半杯就心跳加速；有人喝3杯浓缩咖啡还能倒头就睡。你不会说前者有问题，你只会说他们的身体反应不一样。但问题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按照外向者的标准设计的开放式办公室，头脑风暴、会议、即兴演讲、快速社交，强调活泼开朗的面试标准。这一切都在传递一个隐含信息：安静是不够好的，沉默是需要被打破的，独处是需要被克服的。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那内向者是不是注定在这样的世界里吃亏呢？别急，接下来会让你彻底改变这个看法。我先留一个悬念，等会儿告诉你为什么那些被世界最深刻记住的人，恰恰大多是内向者。苏珊·凯恩在他那本震惊世界的书《安静》里，把这种现象称为外向性格的理想。他说，我们的社会从20世纪初开始，从一个品格文化转向了人格文化。在品格文化里，一个人的价值由他的道德、他的深度、他的内在决定。在人格文化里，一个人的价值开始由他的魅力、他的活力、他的表演能力决定。这个转变让数亿内向者突然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不适合自己的世界里。但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讽刺，那些被这个世界最深刻记住的人，
那些真正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思想，很多都来自内向者。爱因斯坦是内向者，他说独处是创造力的源泉。达尔文是内向者，他在小猎犬号上安静地观察，用几十年独处思考写出了进化论。比尔盖茨是内向者，他每年安排思考周，完全隔绝外界，只是独自阅读和思考。还有一个人你可能没那么熟悉，但他在科技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史蒂夫·沃兹尼亚克，苹果电脑的真正技术创始人，他也是一个内向者。他说过一句话：我不相信任何伟大的设计是在委员会里诞生的，这不是巧合，这是有科学依据的现象。心理学家安德斯·埃里克森提出了刻意练习理论，他发现真正的深度技能习得需要一种叫做独自专注练习的过程。这种练习不能在嘈杂的社交环境中完成，它需要你独自面对困难，独自思考，独自突破。而内向者天生就更擅长这种模式，他们不觉得独处是惩罚，他们在独处中感到自在，甚至喜悦。这意味着在需要深度积累的领域，内向者有一种天然的竞争优势。让我讲一个你可能没听过的真实故事。有一位叫格里高利·佩雷尔曼的数学家，他是一个极致内向的人。2002年到2003年间，他独自在网络上发表了3篇关于庞加莱猜想的论文，没有开一场发布会，没有做一次公开演讲，甚至几乎不跟其他数学家交流。结果呢，他解决了困扰数学界100年的世纪难题。克莱数学研究所为他颁发了100万美元的奖金，他拒绝了。国际数学联合会要给他菲尔兹奖，那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他也拒绝了。不是因为傲慢，而是因为他不想要那种被聚焦、被关注的生活。他说过一句话：我不喜欢公开的表演。你看，这就是内向者的力量，他们可以在完全不被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你可能会说，我又不是数学家，也不是科学家，我只是一个普通人。那好，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一点，跟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都密切相关。再来说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的事情，内向者通常是更好的倾听者，也是更好的观察者。当你在一个社交场合感到沉默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在观察，你在听别人说话，你在注意细节，你在思考对话背后的潜台词。你的大脑没有停止工作，它是在以一种更安静、更深入的方式处理信息。心理学研究发现，内向者在处理信息时使用的大脑路径更长、更复杂。他们倾向于把新信息和已有的记忆、经验、情感联系起来，进行更深层次的加工。这就是为什么内向者往往有更强的洞察力，为什么他们的话虽然不多，但往往更有分量。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场讨论之后，所有人都散了，你才突然想到一个绝妙的点，然后懊悔我当时怎么没说。这不是你反应慢，这是你的大脑在进行更深度的处理。你需要更多时间，但得出的结论往往更精准，更有深度。研究也显示，在需要深度分析和创意思考的任务上，内向者的表现往往优于外向者，因为他们不容易被外部噪音干扰，他们更能进入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所说的心流状态，那种完全沉浸在一件事里，时间感消失，创造力爆发的状态。心流不是可以强求的，它需要一个前提条件，你必须能够屏蔽外界干扰，完全专注。这对内向者来说几乎是本能。我想在这里暂停一下，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你那些不善言辞的背后藏着一种什么样的能力？很多内向者不是不会说话，而是不想说没有意义的话。他们对语言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尊重，不喜欢废话，不喜欢表演性的社交，不喜欢那种说了很多但什么都没说的对话。这不是冷漠，这是对真实连接的渴望。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深度加工，
内向者在人际关系上也倾向于深度加工，他们宁愿有3个真正懂自己的朋友，也不要300个点头之交。他们在关系里投入的是真实的自己，对朋友的了解往往深到让人惊讶。这种能力在这个充满表面社交的时代是极其珍贵的。真正的信任，真正的深度关系不是靠热闹和活跃建立的，它是靠倾听，靠理解，靠那种愿意认真对待另一个人的态度建立的。而这正是内向者的强项。你现在可能会想，那如果我是一个内向者，在职场上，在领导力方面是不是就吃亏了呢？这个问题问得好。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研究可能会彻底颠覆你的认知。很多人直觉上认为外向的领导者更有效，但研究告诉我们，这个假设是有条件的。沃顿商学院教授亚当·格兰特做过一个经典研究，他发现当一个团队的成员比较被动，等待指令时，外向的领导者确实表现更好，因为他们的活力和主动性能够带动团队。但是当一个团队的成员都是主动、有想法、有创造力的人时，内向的领导者反而表现更好。为什么？因为内向的领导者更善于倾听，更愿意给团队成员空间，更不容易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他们让聪明的人有机会发挥，而不是把所有聚光灯都留给自己。在这个越来越强调协作和创新的时代，这种领导力其实更符合未来的需求。我来给你讲一个历史上很有意思的对比。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最著名的外向型总统之一，魅力四射，演讲能力惊人，但他的妻子埃莉诺·罗斯福却是一个典型的内向者，从小就害怕社交，甚至有严重的社交焦虑。但埃莉诺后来成为了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她主导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她说过一句话，你必须做你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注意，她说的不是你必须变成一个外向的人，她说的是你要带着你本来的样子去做那些让你恐惧的事情。这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你不需要变成另一个人，你需要的是找到属于你的方式。这让我想到一个很重要的区分，内向和自我设限是不一样的。内向是你的天性，它描述的是你的能量模式。但如果你因为内向而拒绝一切成长的机会，拒绝去尝试，拒绝去表达，那就不是内向在限制你，而是恐惧在限制你。心理学家卡罗尔·德维克提出的成长型思维告诉我们，我们的能力不是固定的，它是可以通过努力和学习扩展的。这对内向者同样适用。你可以是一个内向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能够在公众场合清晰表达自己的人。你可以是一个需要独处充电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在深度对话中令人难忘的人。这2件事不矛盾。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一点，很多内向者听完可能会觉得被戳中了。你给自己施加过不必要的枷锁吗？你觉得自己应该更外向，然后为了达到这个应该而不断消耗自己，最后精疲力尽，却还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循环。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天生左撇子的人每天被要求用右手写字，他花了大量努力，可能最终能用右手写出还算工整的字，但他永远不会像用左手那样自然流畅有力。更重要的是，他在用右手写字的过程中消耗的精力是用左手的好几倍。你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我想让你做一个思考实验，想一想你生命中那些你真正感到活着的时刻，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时刻，不是努力融入的时刻，而是你真正感到充实，感到有意义，感到这就是我的时刻。那些时刻你在做什么？我猜很多那样的时刻，是你独自沉浸在一本书里，是你和一个真正懂你的朋友深谈到凌晨，是你在一个安静的早晨把脑子里的想法整理清楚，是你独自走在街上突然想通了一个困扰你很久的问题。那些时刻你不是在克服你的内向，
你是在完全做你自己，而那种感觉才是你真正的力量所在。如果你能感受到这一点，那接下来这个观点可能会让你对自己有一个全新的认识。神经科学家爱尔兰桑托斯的研究发现，人类的幸福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叫做真实性，也就是你活得有多像你自己。当你的行为和你的内在自我一致时，你的幸福感会显著提升。当你长期扮演一个不是自己的角色，你的压力荷尔蒙会持续升高，你的心理健康会受到损害。这不是在说外向不好，这是在说对内向者而言，强迫自己持续扮演外向者是有真实的生理和心理代价的。你不是脆弱，你不是矫情，你是在用一种和你的神经系统完全不匹配的方式生活，然后还要责怪自己为什么这么累。现在我想跟你聊一聊内向者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很多内向者把自己的沉默解读为没有价值，把自己的谨慎解读为胆小，把自己的深思解读为优柔寡断。但你有没有想过，换一个框架，这些特质是什么？谨慎是一种风险意识，是在行动之前充分评估的能力，在需要做重要决策时这是无价的。沉默是一种选择性表达，是对语言的尊重，是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有分量的能力。深思是一种对复杂性的容忍，是不急于得出肤浅结论的诚实。同样的特质，用不同的语言描述，你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心理学上把这叫做重新框架，它不是自我欺骗，而是换一个角度看同一个事实。你的特质是客观存在的，但你给它贴什么标签，决定了它在你生命中是资产还是负债。我想在这里引用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研究。心理学家伊莱恩·艾伦提出了一个概念叫高度敏感人格。他的研究发现，大约有 15% 到 20% 的人口天生对环境刺激有更强烈的感知和反应能力。这些人注意到别人注意不到的细节，感受到别人感受不到的情绪，对美、对音乐、对艺术有更深的共鸣。而这种高度敏感在人类演化史上是有重要功能的。在一个部落里，你需要有一些人能够快速行动，勇于冒险，但你也需要有一些人能够仔细观察，遇见危险，深思熟虑。这两种人都是部落生存的必要组成部分。你不是演化的失败品，你是演化的另一种策略。而且这种高度敏感和内向高度相关，那种让你在嘈杂环境中感到不舒服的敏感性，同时也是让你能够深刻感受美，深刻理解他人，深刻洞察世界的能力。你没办法只要其中一半，你要接受的是一个完整的自己。说到这里，我想给你讲一个你可能没听过的真实案例。有一位叫布伦尼·布朗的研究者，他在过去20年里研究了数万人的脆弱感、勇气和羞耻感。他发现一个非常反常识的结论：那些最有归属感的人，恰恰是那些最不愿意为了归属而改变自己的人。换句话说，你越是想通过假装外向来获得别人的喜欢，你越难得到真正的归属。而当你敢于展示自己真实的安静、真实的敏感、真实的深思时，反而会吸引那些真正懂你、真正欣赏你的人。这不是鸡汤，这是他分析了上万份访谈数据后得出的结论。我还想给你讲另一个故事。你知道《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罗琳吗？他也是一个典型的内向者。在创作《哈利波特》这个魔法世界之前，他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他是一个单身母亲，靠着政府救济金生活。冬天家里冷到需要在咖啡馆里写作。但正是因为他的内向，他才能在那些孤独的时光里，把全部注意力投入到那个他大脑中构建的世界中。他说他脑子里住着无数个角色，他们一直在说话，他只是负责把它们写下来。如果他是一个需要不断社交、不断从外界获取刺激的人，也许这个世界上就永远不会有霍格沃茨，不会有哈利、赫敏和罗恩。他的安静和独处
不是他成功的障碍，恰恰是他能够创造出那个庞杂细腻、充满细节的魔法世界的根本原因。好，说了这么多，我想给你一些非常具体的东西。如果你是一个内向者，你可以如何在这个为外向者设计的世界里找到属于你的位置？第一，停止道歉，停止为你需要独处而道歉，停止为你说话不多而道歉，停止为你不喜欢大型社交而道歉。你的需求是合理的，你的方式是有效的，你不欠任何人一个解释。第二，找到你的充电仪式。你要非常清楚地知道什么样的活动能让你恢复能量，可能是独自散步，可能是阅读，可能是写日记，可能是和一个好朋友深谈。把这些活动视为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你的能量管理是你一切表现的基础。第三，在你擅长的场合发挥你的优势。你可能在大型会议上不是最活跃的声音，但你可能是在一对一对话中最让人感到被理解的那个人。你可能不是最快说出想法的人，但你可能是在书面表达上最清晰、最有深度的那个人。找到你的舞台，而不是去抢别人的舞台。第四，把你的深度当成礼物给出去。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渴望被真正倾听，渴望有人真正理解他们。你天生具备这种能力。当你用你的全部注意力倾听一个人，当你用你的深度思考回应一个人，你给出的是很多外向者给不了的东西。第五，允许自己在不同环境中有不同的表现。你在一个安静熟悉的环境里，和在一个嘈杂陌生的环境里，表现可能截然不同。这不是你状态不稳定，这是你对环境非常诚实的反应。了解这一点，然后尽可能为自己创造有利的环境。第六，不要把拓展舒适圈理解成消灭你的本性。你可以学习公开演讲，你可以练习主动社交，你可以在必要的时候走出舒适区，但这些都是技能的习得，不是人格的改造。你依然是你，只是多了一些工具。我想跟你说一件事，这件事可能会让你感到意外。很多你羡慕的那些外向的人，他们并不总是快乐的。表演性的外向非常消耗，那种永远需要在场、永远需要活跃、永远需要被看见的压力，也是一种负担。人类的幸福从来不是靠某一种性格类型保证的，它靠的是你和你自己的关系有多诚实，你活得有多真实。你不需要羡慕外向者，就像外向者不需要羡慕你一样。你们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体验同一个世界。我们来做一个更深层次的思考。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的社会对效率和速度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崇拜？开会要快速发言，社交要快速热络，决策要快速拍板。但这种文化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真正重要的东西往往需要慢下来才能看见。你看，几乎所有伟大的哲学思想，几乎所有的科学突破，几乎所有的传世艺术作品，都不是在热闹的饭局上诞生的。它们诞生于安静的书房里，诞生于深夜的独处中，诞生于一个人和自己对话的时刻。你所谓的慢，其实是你的大脑在进行更复杂的运算。你所谓的犹豫，其实是你在看到别人没看到的复杂性和风险。这不是缺陷，这是你区别于那些快但浅的人的地方。我甚至想说一个更激进的观点，内向者可能比外向者更适合应对这个时代真正复杂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复杂问题需要的不是快速反应，而是深度思考。它需要的不是人多嘴杂，而是系统性的理解。它需要的不是即兴发挥，而是充分的准备和沉淀。而这些恰好都是内向者的主场。想想看，气候变化、贫富差距、人工智能的伦理困境，这些问题哪一个能靠头脑风暴解决？哪一个能靠快速社交解决？他们需要的是那种能够长时间独自思考，不被外界噪音干扰，愿意在复杂信息中慢慢找到规律的人。你就是这样的人。最后我想说一件很重要的事，你可能已经在这个世界上
活了很多年，带着对自己的怀疑，带着那个我是不是有问题的声音。那个声音很真实，它带给你的痛苦也很真实。但今天我希望你能让自己考虑一个可能性，也许你从来都没有问题，也许问题从来都不在你身上，而在于你一直试图用一个不适合你的模板来衡量自己。也许你那些被你视为缺点的地方，正是你最独特、最珍贵的部分。卡尔·荣格他本人也是一个内向者，说过一句话：谁向外看，在做梦；谁向内看，在清醒。你所有那些向内的时间，你所有那些安静的思考，你所有那些深度的感受，都不是浪费，不是逃避，不是弱点，那是你在积累，在沉淀，在以一种只有你才能做到的方式理解这个世界，理解你自己。内向不是你需要克服的东西，它是你需要学会驾驭的力量。当你停止对抗自己的本性，当你开始把能量用在真正属于你的事情上，你会发现一件神奇的事情：你不需要变得更外向，你只需要更完整地成为你自己，就已经足够强大了。你的安静是一种力量，你的深度是一种天赋，你的敏感是一种智慧。这个世界需要你本来的样子，不是你努力假装的样子。也许你从来没有意识到，你那种在人群中的安静其实给了别人一种很难得的空间感。你那种不抢话的习惯，其实让很多话少的人终于有机会开口。你那种对深度对话的渴望，其实让那些真正有话想说的人找到了一个可以卸下防备的出口。你一直在用你的方式，悄悄地为这个世界提供平衡，只是你从来没有这样看待过自己。如果你今天听到这里，对自己有了一点点新的理解，或者你想起了某个一直在怀疑自己的朋友，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是在哪一个瞬间突然发现原来自己的安静不是缺点，或者你身边有这样一个内向却极其厉害的人吗？我想在评论区看到你的故事，也记得订阅这个频道，因为我们会持续用心理学的视角帮你找到那些被你忽略的力量。我们下期见。